这段 AI 动画不是动画师做的，也不是我花3天剪出来的，而是我先用 AI 做分镜，再把图片直接变成影片，最后把多个镜头串起来，整个流程大概不到半小时。以前做这种剧情影片，你可能要先想故事，再画角色，再做分镜，再生成影片，最后还要自己剪。但现在很多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 ，GPT Image 做 Storyboard， 再用 Seedance 2.0 或 Happy Horse 把图直接变影片，最后把所有片段拼起来。今天我想实测，如果完全用这个 workflow， 到底能不能做出一支真正有剧情、有角色的 AI 漫剧？这次我想做被全校看不起的高中生，其实隐藏着超强身份。因为爽文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只要情绪做起来，你会一直想看下去。而且这种题材很适合测 AI， 因为它同时需要角色一致、情绪转折、多镜头叙事。如果其中一个崩掉，整个故事就没感觉了。先做 Storyboard。很多人做 AI 影片一开始就直接输入，帮我做逆袭故事，然后出来角色乱跑，镜头乱跳，剧情直接死亡。所以现在比较多人开始先做 Storyboard， 也就是先把故事拆成镜头。例如镜头1，边走廊主角被撞倒，输掉满地，周围同学嘲笑。镜头2，室内主角低头看电脑，荧幕光打在脸上。镜头3，比赛现场大荧幕播放作品，全场安静。镜头4，所有人震惊。这边我直接用 GPT Image 而生成。我通常会加角色外观固定、服装固定、镜头描述、情绪描述，因为角色的一致性超重要。2，开始图生影片。有了 Storyboard 后，接下来直接丢进影片模型。这次我想试 Seedance 2.0 跟 Happy Horse 1.0， 看看差在哪儿。先看 Seedance， 这段我想要镜头慢慢推进主角，旁边的人正在嘲笑，气氛压迫感强。实际跑出来，人物动作蛮自然，镜头感也比较电影。再试 Happy Horse， 这次同样提示，但整体感觉动作比较大，画面节奏比较快，有些地方会比较偏动画感。自己的感觉 Seedance 比较像电影镜头，适合剧情感。 Happy Horse 速度比较快，比较适合节奏强的内容。但这边说实话，目前 AI 还是有一个问题，角色越多越容易出现奇怪细节，所以我比较建议先从2-3个角色开始，不要直接做10人团战。3，开始拼接剧情。接下来我把所有镜头拉进时间轴，加入背景音乐、音效、人物对话、字幕、情绪节奏。这时候很神奇，原本只是几张图，突然开始变成一个故事。这也是现在 AI 很有趣的地方。以前 AI 是给你一个画面，现在开始变成给你完整内容。4，成果展示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如果没有人相信我，那我就自己证明。拜托，这一次。不可能吧？这个是他做的。有时候，击败嘲笑的方法，不是解释，而是结果。真实评价，我觉得这种 workflow 最大优点不是一键生成，而是比较可控。因为以前直接纹身影片，你很像在抽卡，但现在先做 storyboard， 再做图生影片，再剪辑，其实比较像真正拍电影，但缺点也有。第一，前期分镜会花时间；第二，角色一致性还是需要修；第三，不是一次生成就神作，还是要调整。不过如果你本来就在做 AI 短剧、AI 漫剧、故事型 YouTube 或者短影音，这套 workflow 我觉得值得研究。Novi AI 其实也有退出 agent 功能，可以在尽量维持人物一致性、剧情连贯性的情况下，一键生成最长5分钟的长篇 AI 故事影片。对于比较没有剪辑或 workflow 经验的新手创作者来说，也会是相对更容易上手的创作方式。关于 agent 功能介绍影片，之前有做过介绍影片，可以点击右上标签观看优。如果你也想试这种流程，我把链接放描述栏。折扣码 XUANAI 可以打8折。最后问大家，如果下一支 AI 剧情片要做 A 校园逆袭
B 规则怪谈 C 穿越古代逆袭。留言打 A、B、C， 我选最多的做下一集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